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人类最早定居于该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左右。当时正值第一次冰河时代结束，来自丹麦和瑞典的移民追随着动物迁徙的路线来到了挪威。直到公元前500年，即青铜时代，挪威才由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在此期间，乌拉尔语系的使用者抵达挪威北方，他们与当地居民同化，形成了萨米人。进入青铜时代末期，由于气候变冷，挪威出现了欠收。公元1世纪，凯尔特人中断了挪威沿海的琥珀贸易，这使挪威处境雪上加霜。当时正逢罗马崛起，古罗马的织物、铁器和陶器不久就渗透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了5世纪，挪威人学会了炼铁。得益于文化上的交流，挪威人在罗马字母的基础上创建了古挪威文字。古挪威文字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古老的文字。在与罗马世界交流的影响下，工具的更新使得挪威东南部的奥斯陆周围的林地被农田取代。罗马帝国灭亡后，凯尔特文化主导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挪威有很多珠宝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凯尔特手工艺传统。公元400年至550年间，随着其他日耳曼部落向北迁移，氏族社会在挪威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北欧神话就出现于这个时期。因史料的缺乏，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挪威的沉默时代。随着大迁徙的停止，挪威局势出现了稳定的迹象。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挪威农业用地出现了短缺。迫于生计，一部分人选择出海探险，这拉开了维京时代的序幕。需要说明的是，维京一词的含义存在争议。在英语中，这个词是从18世纪的传奇故事中引入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该词可能是来源于古代北欧人的语言，它可以表示来自奥斯陆峡湾地区的人，也可以表示来自海湾的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是海盗，他们和其他地区的欧洲人一样，为了防止海盗入侵，也成立了舰队。许多专家认为，793年对英格兰东北海岸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的洗劫是维京时代的开始。当船只带着诱人的贸易商品和防御薄弱的海岸线的传说返回挪威时，维京人开始制定征服世界的计划。从孩提时代开始，维京人就喜爱竞争激烈的游戏，其中摔跤是维京人最喜爱的运动。通常维京人会画出一片空旷的场地，中央放置一块尖头的界石，比赛的双方用力将对方推到石头上去。不论胜负，参赛者往往浑身鲜血淋漓。海上的战斗更显出维京人的强悍本色。当2艘战船相遇时，维京海盗并不像一般海盗那样虚张声势，他们会一声不吭地将2条船系在一起。之后，维京人会在船头搭上跳板，这种在跳板上拼命的人被称为狂战士。维京人的海外劫掠提高了家乡人的生活水平，并促进了新商人阶层的出现。挪威在维京时代及其统一之前的历史，大多数来自充满传奇色彩的口头传说。当时除萨米人占领的北部外，挪威其余地区被29个小王国占据。9世纪中叶，各小王国为了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从现代考古发掘来看，当时形成了4大区域联盟。源自瑞典的英林加尔王朝在控制挪威西福尔德省后，展开了统一挪威全境的进程。相传在870年代末，英林加尔王朝君主金发哈拉尔统一了挪威，他因此被认为是挪威的第1任国王。但挪威历史学家认为，他统治范围仅局限于挪威南部沿海地区。金发哈拉尔死后，他的儿子埃里克一世因杀死了17位兄弟，埃里克因此获得了血府的称号。2年后，哈拉尔的最小儿子哈康从英国回来，废除了埃里克。在他统治期间，他试图使挪威基督教化，但没有成功。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在他死后，挪威迅速陷入了分裂。丹麦王国借机主宰了挪威的事务。其后，丹麦又控制了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大约在9世纪，挪威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当时，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陆航线被称为 Norweg， 在日耳曼语中，其意思是通往北方之路。后来，英语将该词后半部的 weg 换成了英语的 way， 但在挪威，人们还是把从古名演变过来的 Nord 作为正式国名。
到9世纪末，挪威人相继发现了冰岛与格陵兰岛。从11世纪中叶开始，挪威的歌曲和建筑艺术见证了基督教的建立。挪威的基督教化经历了2个世纪。1015年，丹麦国王的下属奥拉夫·哈拉尔松通过了教会法。许多酋长担心基督教化会夺走他们作为传统北欧异教领袖的权利，于是他们在1028年将奥拉夫驱逐出挪威。丹麦国王克努特死后，哈拉尔德凭借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白银获得了挪威国王的头衔。此后，丹麦的统治变得越发不受欢迎。1035年，马格努斯·奥拉夫森三世将挪威重新统一。此后，挪威迎来了和平时期。到1130年，由于王位继承权的争夺，挪威爆发了内战。1152年，为了控制国王的任命权，尼大罗斯大主教区应运而生。直到1217年，哈康森制定了明确的继承法后，挪威才走出了内战的泥潭。格康森还成功地将格陵兰和冰岛置于挪威的统治之下。到1261年，挪威成为了当时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受益于和平的环境，挪威人口到1300年激增到40万。13世纪的挪威被誉为该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黑死病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仅在1349年，挪威就损失了2/3的人口。后来的瘟疫更是让挪威在1400年时减少了1半人口。挪威许多社区因此消失，直到17世纪，挪威才走出黑死病的阴影。高额的拾遗税使得教会日益强大，税收的减少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出于无奈，挪威国王将布吕根和鳕鱼贸易的控制权交给了汉萨同盟。汉萨同盟在14世纪控制了挪威的贸易，并在大多数挪威港口城市建立了贸易站。到哈康五世时期，奥斯陆获得了挪威王国首都的地位。因哈康五世没有男性继承人，他修改了继承法，使女儿英格兰和女婿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继承了挪威王位。由此，瑞典与挪威结成了同盟。马格努斯四世对当时控制的疆域范围并不满意，他随后向丹麦购买了现今瑞典最南端的斯康奈省。因增加了赋税，瑞典贵族立刻表示了反对。马格努斯四世于是在1350年颁布了限制教会和贵族的法典，此举进一步触怒了权贵。一些瑞典贵族在取得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和教皇英诺森六世的支持后，于1356年推举马格努斯四世长子埃里克为瑞典新任国王。1359年，马格努斯四世与长子达成和解。就在同一年，马格努斯四世让次子哈康六世与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最年轻的女儿玛格丽特联姻，这为1397年挪威、瑞典、丹麦三国的联合铺平了道路。不久后，马格努斯四世的长子因患黑死病离世，哈康六世于是在1362年继承了哥哥的领地。当时，哈康六世的父亲马格努斯四世企图限制瑞典贵族的权利，这些贵族于是发动了战争。马格努斯四世因实力不济，他逃亡到挪威后被叛军刺杀。他死后，他的儿子哈康六世试图夺回瑞典王位，但没有成功。哈康六世死后，他与玛格丽特的儿子奥拉夫继承了挪威王位。当时奥拉夫年仅6岁，实权由他母亲玛格丽特掌握。到奥拉夫17岁时，他因病离世了。这对玛格丽特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使统一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计划受挫，而且这使玛格丽特能否在丹麦与挪威继续统治成为问题。正当玛格丽特一筹莫展时，丹麦有权势的宗教与政治精英为了不使丹麦的王权落入有德国血统的阿尔布莱克特手中，他们在奥拉夫去世后不久就推举玛格丽特为丹麦的全权统治者。从那时起，玛格丽特成为实际上的丹麦女王。虽然挪威的王位是世袭的，但是1388年，挪威王国议会选举了玛格丽特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玛格丽特得到丹麦、挪威的统治权后，重新把目光转向瑞典。1389年2月，玛格丽特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攻克斯德哥尔摩后，玛格丽特被瑞典贵族拥戴为瑞典国王。为使三国联盟永远保持下去，玛格丽特将她姐姐的外孙收为养子。玛格丽特把她原有的斯拉夫名字改掉，称他为埃里克。之后，玛格丽特潜心培养埃里克，
并努力说服三国的国务委员会推选艾利克为他的继承人。1397年，丹麦、挪威、瑞典在瑞典东南部的沿海城市卡尔马正式为年仅16岁的埃里克举行加冕仪式，卡尔马联盟由此成立。在此期间，丹麦为打破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吞并了日德兰南部的什勒苏伊格和荷尔斯泰因。1412年10月，玛格丽特为了加强对什勒苏伊格的控制，他与埃里克乘船南下。但当玛格丽特乘坐船只到达弗兰斯堡海湾时，他不幸感染上鼠疫。之后，时年30岁的埃里克走到了台前。此后，埃里克常与荷尔斯泰因伯爵们发生战争，连年的战争导致北欧帝国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埃里克引入了海峡通过费，此举加深了丹麦与汉萨同盟的矛盾。贸易封锁严重影响了挪威和瑞典的经济。15世纪末，丹麦王室和瑞典贵族的矛盾激化，反对联盟的冲突不断爆发。152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出兵镇压了瑞典境内反卡尔马派，这拉开了瑞典独立战争的序幕。16世纪初，瑞典成功脱离了与丹麦和挪威的联盟。由于害怕挪威重蹈瑞典的覆辙，在镇压挪威叛乱后，丹麦将挪威王国降为下辖的一个州。随后，丹麦语成为了挪威官方语言。借助着宗教改革，丹麦贵族的权力在挪威得到了加强。17世纪初，丹麦与挪威在与宿敌瑞典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但这并未影响到瑞典成为北欧地区的主导力量。丹麦由于战争频频失利，放松了对挪威的控制。在此期间，挪威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木材加工业。1807年，丹麦同法国结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丹麦海军被英国消灭，以及英国实行海面封锁，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海陆联系中断，挪威处于自治状态。此后，由于商船队被英国扣押，木材出口停顿，挪威经济濒临破产。当时，由于芬兰的失守和挪威战役的失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4世被迫将王位交给他年迈且没有子嗣的叔叔。卡尔13世继位后，拿破仑让手下的将军弗雷德里克成为瑞典王储。弗雷德里克抵达瑞典后，更名为卡尔·约翰。拿破仑在滑铁卢失败后，反法同盟许诺，如果约翰帮助他们击败法国，挪威就会被划归瑞典管辖。经过短暂的交战，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6世于1814年1月14日签署了基尔合约。根据合约条款，他将挪威割让给瑞典，换取位于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波美拉尼亚。丹麦与挪威长达434年的联盟就此终结。当消息传到挪威时，丹麦王位继承人克里斯蒂安想夺取挪威王位，但他带来的人却想废除绝对君主制。1814年5月17日，挪威临时行政委员会通过宪法，宣布挪威实行君主立宪制。挪威的做法引起了瑞典的不满。卡尔·约翰在结束与拿破仑战斗后，立刻率军奔赴挪威。8月14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被迫退位，并离开了丹麦。挪威议会同意挪威与瑞典结盟。此后，双方达成共识，未经挪威议会批准，国王不得任命瑞典人担任挪威的官职。181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使挪威木材出口和航运业陷于停顿，农业生产无力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为了摆脱饥饿，挪威在1842年改革货币制度，并大幅度削减关税，以促进粮食进口。1840年至1914年，挪威对外移民达75万，按人口比例是当时仅次于爱尔兰的世界第2大移民国家。1884年，奥斯卡2世国王任命多数党领袖约翰·斯维尔德鲁普为总理，从而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议会制国家。由于外交事务仍然由瑞典管理，1880年代，瑞典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挪威海外贸易的利益。为此，挪威议会于1892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专门针对挪威领事网络的决议，这遭到瑞典国王的否决。此后，两国陷入僵局达3年之久。1905年，克里斯蒂安·米歇尔森成为挪威首相后，他促使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设立单独的挪威领事馆的法律。当瑞典国王奥斯卡2世拒绝签署该项法案时，挪威议会宣布，由于国王无法组建新的挪威政府，两国联盟就此终结。挪威议会的做法立刻引发了瑞典的不满。
瑞典甚至威胁对挪威使用武力。当年的夏季，挪威和瑞典在卡尔斯塔德举行了谈判，双方一致认为挪威的退出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奥斯卡二世在1905年10月26日宣布放弃挪威王位，挪威由此脱离了瑞典。同年11月，挪威选举丹麦王子卡尔为挪威新任国王。卡尔王子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女儿莫德公主结婚后，改名为哈康七世。此时，挪威进入了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电化学和电冶金工业的建立。挪威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商船队主要用于支援英国。挪威一些商人在战争期间从贸易和航运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这导致阶级分化加剧。在战争中，挪威因遭遇德国发射的水雷，损失了近50%的商船。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造成挪威在1916年起实施了配给制。1928年，挪威经济出现了好转，但挪威很快就受到1931年大萧条的影响。1939年9月，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袭击，挪威宣布保持中立。1940年3月，苏联和芬兰签署了和平协议后，英国与法国决定在挪威海岸附近埋设一些水雷。德国海军担心自己会被困在波罗的海，于是德国在1940年4月9日发动了对挪威的战争。战争开始时，挪威拥有世界第4大商船队，其邮轮数量占据当时世界的1/5。英国军队试图在翁达尔斯内斯和纳姆索斯登陆，这场战役的失败导致张伯伦下台。1945年德意志帝国投降时，仍有约40万德国士兵驻扎在挪威。战后，挪威妇女和德国士兵的孩子成为无情歧视的悲惨受害者。1945年，挪威经济实现了非凡增长，并因此跻身世界富裕工业化国家之列。外交政策是挪威战后调整方向的核心。1948年，挪威、瑞典和丹麦商讨了北欧防御协定。当时，瑞典希望建立独立联盟，而挪威更看重与英美的合作。在这一计划失败后，挪威决定加入北约。加入北约后，挪威政府明确表示不会允许外国军队或核武器进入挪威领土。到20世纪50年代，挪威经济发展水平已远超过战前，其经济增长率更是位列欧洲第一。当时，农业、林业、渔业是挪威的支柱产业。由于挪威2/3的面积被冰川、山地、高原覆盖，挪威每年需要从外国进口大量的粮食，才能满足国民生存的需要。从1969年冬季开始，挪威境内陆续发现一系列超级油气田。如今，挪威仍保持着西欧最大产油国、世界第3大石油出口国的地位，每年仅从石油、天然气出口方面获得的收益便高达400亿美元。除油气开采和出口外，挪威在化工、造船、水电、冶金、造纸、机械、木材加工等方面也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并且是欧洲重要的铝、镁出口国。挪威是少数几个摆脱能源诅咒的国家之一。当20世纪80年代物价下跌时，该国经历了长达2年的严重衰退。因此，1990年，挪威决定将石油收入存入主权基金。该基金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如今，挪威人民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